房地产市场最近有不少负面的大新闻，相信大家或多或少都有所耳闻了。随着这一波负面新闻的到来，房地产市场呢也开启了一波下跌周期，有的微跌，有的暴跌。我不禁呢做了一首小曲，在这里献给大家。贵的高台跳水，远的自由落体，天残地缺，老婆小姨没人要，知否？知否？叫你跑却听不到。网红楼变垃圾，楼花高高套起，剩下天台上长长的对的你，知否？知否？房市里听傲慢就够。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朋友 Norman， 我们又见面了。最近呢，房地产市场中出了一些大新闻，随之而来的呢是房地产市场变冷了许多。这些大新闻到底对房地产市场会有哪一些具体的影响呢？退潮之中，谁在裸泳，谁又是获益者呢？今天就来跟大家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原创内容制作不易，希望大家帮我点一个免费的赞，关注一下我的频道，谢谢。第一条大新闻，加息和缩表。我今年早期的视频中提到了，加拿大央行开始加息了，3到4月份加了2次利息，一次 0.25%， 一次 0.5%。年内呢，预计还会有继续加息的可能。伴随着加息而来的是缩表，也就是央行将市场中的一部分钱回收回来，市场上的钱未来预计也会减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其实跟房地产市场关系不大，对房市的影响是结果，不是原因。我的小红书的文章也写到过，央行的服务对象不是房地产市场，央行的服务对象是让整个国家的经济平稳良好的运行。为什么加拿大政府之前决定要保持一个比较低的利息？这是因为之前政府要救灾，决定用比较低的利息以及让市场上有比较多的钱的方式来保证各个公司、生意、店铺不倒闭，他们可以给自己的员工发得出薪水，给自己的房东交得起租金，给国家交得起税，同时还可以支付自己的供货商货款，这样就让市场中出现信用违约的概率变小，保住了 GDP， 也保住了就业。随之而来的是房价的暴涨，这是政府为了保住 GDP 和就业，维持低利率带来的副产品。为什么现在又开始加利息了呢？这是因为在现阶段，政府觉得保 GDP 和就业已经不是最重要的工作任务了，也需要兼顾一下高通胀带来的负面影响。在硬币的另一边，高的通胀率也是会影响到经济平稳良好运行的。简单讲一下经济学原理，加息为什么可以抗通胀呢？因为当利息变高的时候，人们花钱的成本和借钱的成本就上去了，人们会有更大的动力把钱存起来，挣更高的利息，更小的动力借钱和花钱。当人们可以被花掉的钱变少了，市场的货物数量又不变的情况下，买货物的总资金就变少了，那么相应的市场中的货物价格也就下来了，通货膨胀率呢也就跟着下来了。现在的通货膨胀水平又是怎样的呢？答案是 6.7%， 可以说是31年以来最高的水平了，跟加拿大长期维持 2% 到3% 的通货膨胀率可以说是大相径庭。高通胀率会伤害到经济的平稳运行，也会让工薪阶层、中产阶级日子不太好过。毕竟在加拿大这样一个国家，有接近 50% 的人是月光族，这个月如果是月光族，下个月不涨工资，通货膨胀率上去了，那可能就变成月富族了。所以说，央行决定扩表、缩表、加息还是降息，可以说起因跟房地产没什么关系。央行这么做是为了调节好的就业和 GDP 以及稳定的通胀之间的一个平衡。房地产市场因此受到影响，更多的是
央行调节利率和货币供给造成的结果，而不是原因。从这一波加息的结果来看，受影响最大的群体是还没有买房的人，这批人的钱袋子变瘪了，支付能力下降。也因为这批人是还没有买房子的玩家，未来是会进入到市场中买房子的，他们的钱变少了，那么未来接盘市场中房子的人钱就变少了，整体房地产市场是往下看跌的。加息对已经买了房子的人来说影响是不大的。前面的视频中也介绍到了，无论是加息还是降息，人们的月供是基本不变的。第二条大新闻，安省层面的外国买家税政策的调整，从之前的 15% 的外国买家税提高到了 20%， 区域呢从之前的金马蹄区域扩展到了整个安大略省，同时呢取消了留学生和工签两种可以退外国买家税的情况。外国买家税这条政策讲出来呢，肯定是为了控制房价而实行的，但实际上呢，我觉得还有更深层次的政治考量。安省的省选6月份马上就要来了，这个时候执政的安省保守党为了巩固自己的选举结果，选择放弃掉了一部分买得起房但是没有选票的人的利益，来争取另外一波买不起房但是有选票人的选票。在安省，自2017年外国买家税施行以来，整个房地产市场中外国买家占的比例就已经非常低了，有不同的数据显示 1% 到 2%。 在多伦多这样一个集中接收加拿大最大比例外来人口的城市呢，也只有 3.4% 的人是外国买家，而这 3.4% 的外国买家实际上跟整个加拿大是有非常强烈的绑定关系的。这些人大部分是留学签证和工签的人，他们是未来的准加拿大人和准加拿大永久居民，只是他们现在没有选票而已。所以牺牲没有选票的人的利益，换取另外一波买不起房但有选票的人的选票，这波操作真是漂亮啊！从长期来看，牺牲这批没有选票的人的利益是不符合加拿大长期吸引外来移民人口的国策的。外国买家税的调整具体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是让可以买房子的人变得比例上更低了一些，这些人的需求被抑制和延后了。那么在短期看来，肯定也是会抑制房价上涨的，毕竟减少需求了嘛。但是减少需求这件事儿治标不治本。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点是，像伦敦、温莎这样的区域之前是不受外国买家税影响的，所以有一批外国买家，尤其是留学生群体，为了自住方便，也为了赚取一部分利润，会选择在这些区域买房子。外国买家税覆盖了全省之后呢，这些小城镇的房地产市场会更加的惨淡。这些需求呢是有向更大的城市多伦多周围靠拢的趋势的。除了加息和调税政策以外，还有一些影响不大的政策，我在自己的小红书账号上也进行了整理，欢迎大家去看一下。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对整个房地产的市场肯定是比较明显的负面影响。中短期房市是看跌的，具体一点呢，我判断整个市场会从2到3月份的高点向下跌一波，来到一个新的价格区间。这个过程呢，可能会有几个月的时间，在这之后会在这个价格区间里面震荡一段时间，企稳之后重新开始上涨。整个跌幅我预计是不会回吐今年的涨幅的，市场不太容易出现大跳水的情况。除了市场整体看跌之外呢，我觉得这个跌幅还是要分情况讨论的。具体的情况将会是有一部分区域暴跌，一部分区域微跌，一部分区域不怎么跌。跟着市场下跌而来的是交易量的下跌，在这个时候卖家对价格的预期是滞后的，他们会尽量的想卖到之前高点的价格，而买家呢觉得 OK 市场跌了，我要捡一个便宜，捡个漏。这个时候卖家和买家的心理预期会出现价差，也是因为这个价差会让市场快速的从一个卖方市场走向一个均衡市场。
长期来看，多伦多的房地产市场依然是持续看好的。只要移民的数量没有办法大幅度下降，房子新建的速度跟上人口上涨就是比较难以实现的。我们如果看一下整个G7国家中，加拿大这样一个国家，人口密度最低，而每1000个人只拥有424套住房，是G7的最后一名。人口密度最低，人均住房拥有量也是最低，这还是一个比较讽刺的现象。加拿大现在的情况，距离安得广厦千万间，新建足够的房子追上新增人口的需求，其实是还有相当长的距离的。加拿大是整个G7中按百分比算人口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而它的新房修建产能并没有比其他几个G7国家多多少。我知道很多博主喜欢喊跌，狂跌、暴跌、马上跌，抓紧卖，喊这样的口号无可厚非，因为它是流量和变现的密码。作为一个理性的博主，我还是要把自己最真实的想法告诉大家的。即使中短期房子看跌，也不是所有的房子都要拿出来卖的，可能只有一部分房子确实是需要卖了。作为一个累计花费150万加币在多伦多房产市场中买了几十套房的人，随着房地产市场的上涨，我确实是收获了一大波红利的，也帮助多位客户在房地产市场中实现了8位数加币资产的增值。所以从这个方向上看，这一点相信我是有发言权的。即使短期看跌，也并不影响长期看涨的逻辑。大家对整个房地产市场要保持积极和向上的心态。无论政府的调控你是否喜欢，它都客观存在了。作为各项政策的 follower， 在整体看跌的市场中，哪些人在真正的裸泳，而哪一些人又会从中受益呢？刚才对市场的总体判断中，我提到了整体是下跌的，但是局部会暴跌。这一部分会暴跌的区域呢，我称之为裸泳房。上涨的时候看不出来，退潮了呢，它跌得最快，看出来的很明显。这些房子具体是哪一些房子呢？其实在我的视频中真的讲了非常多遍了。认真看我视频的小伙伴们，大家都提前知道了哪一些房子是真正的裸泳房。第一个视频，去年7月份，我讲到了大 house 和投资房 condo 的对比。那个时候我已经第一次提到了，现在的大 house 和 condo 之间的价差来到了一个历史上的高点，提醒大家未来这个差值是有缩小的空间的。第二个和第三个视频连续讲到了小城镇的房地产逻辑和土地共用逻辑。整体上讲，小城镇的房子因为土地价值增值有限，整体房价上涨受控于通胀这么一个因素，它的增值潜力是不如核心区域的房子的。第四个视频也是在年前讲到了 IZ Inclusionary Zoning 的调整，导致多伦多核心区域的新的楼盘每一个楼都要建一些廉租房，这会让核心区域主要是 downtown 和地铁沿线的房子更抢手。这其中最明显的就是这些区域的 condo。 第五个视频我总结了2021年我买了哪6套房，大家可以看到我买的房子基本都符合哪里楼花贵去哪里买新的现房这么一个逻辑，买的也都是比较核心区域的经济适用房。2022年初又一次讲到了今年将会是 condo 之年， condo 将会跑赢 detached、semi-detached 和 townhouse 这些 low-rise 的户型。再次提到了 condo 和 house 的价差来到了历史的又一个新高，未来是有缩小的可能性的。最后一个是上期视频总结了哪6类房子是要抓紧卖，还有一类房子是坚决不要买的。6类要卖的房子是单价贵的、总价贵的、区域内贵的、远的、天残地缺老破小的房子，以及最近涨爆了的房子。坚决不要碰的呢是天价的楼花盘。这期视频总结的房子可以说就是对裸泳房最具体的涵盖了。我这边呢举一个更具体的例子，是 Milton 这么一个区域，在之前的视频中呢也基本上没有提到过。我觉得它把远、贵、最近涨了特别多个属性都占到了。我们来看一看它最近的房价走势是怎样的。我找了一些比较新的
单车库的 house 来做比较。第一套房子是去年11月份卖的，卖了121万。在这之后呢，房价是一路上涨，涨了接近1/3，来到了2022年初的高点。2月11日这天卖了163万，之后就开始一路下跌了。2月21号这一套卖到了157.5万，3月10号这一套卖到了150万，这是第一次加息。3月30号卖到了137.5万，这是外国买家税的调整。4月10号这一套呢，卖到了134万，这基本上可以算得上是第二次加息了。罗永房现阶段虽然已经跌了一波，但是未来依然有进一步下跌的可能性。真正的跌幅下限是这个房子的重建成本。如果你是刚需卖房一族，比如你已经买了新的房子，或者是比较着急用到这笔钱，那么一定要积极的调整自己的心理预期，尽早卖，而不是继续等着。我觉得等几个月是没有办法等到罗永房的翻转的，下一个机会很有可能是1-2年之后，因为已经错过了这一波罗永房的脱手时机。有需要的朋友欢迎这边联系我。市场里哪一些人是真正的受益者呢？我总结了一共2批人。第一批人是已经买了核心区的 condo 或者准备买核心区 condo 的人，无论你是投资还是自住。2022年余下的时间估计会和我年初做的视频预测一样， condo 尤其是核心区域的 condo 会明显跑赢市场中其他的物业类型。condo 还是他妈的 condo。 核心区便宜的经济适用房 condo， 他们和我之前总结的罗永房的特点可以说是大相径庭，完全卡不住的，相似性极低。这批房子的核心价值非常高，是很难下跌的。核心区的 condo 基本上没有买在最高的2到3月的顶点上，都是很难亏钱的。买到顶点上了，也基本上是微亏。下一步核心区经济适用房会不会跌呢？我觉得很难武断的下评论说完全不会跌，也是有可能有几个人着急卖，撑不住卖出一些低于市场价格的房子来的。但整体上我是非常看好这批物业的，他们会比较明显的跑赢整个市场中的其他物业类型。这和2017年的情况是很像的。整个2017年市场平均价格下跌，但是受到的拖累是 house 这样的大房子。整个 condo 在2017年实际上是上涨了超过 10% 的。同时分享一下最近帮 downtown 的房东招租的情况，明显感觉到整个租赁市场确实是回暖了的，需求很旺盛。很多公司要求自己的员工回到公司上班之后呢，整个租赁市场对核心区域的物业需求也是提上来的，未来可期。这点实际上年初的视频预测中也提到了，租赁市场会有比较明显的回暖。第二部分受益的人呢，是准备换自住房的人，尤其是小换大的群体。在一个快速上涨的市场中，小换大是一个非常不友好的体验，我们会经常性的被市场进行多次收割。通常我们要先卖掉小的，再去买大的。那么如果两边房价涨的百分比一样，那么小的涨的金额肯定是不如大的房子涨的金额的。这个时候涨幅上讲，小的比大的涨得少，被收割了一刀。同时呢，我们会需要经常的是先卖掉小的房子，再去买大的房子。那么卖掉到买这个过程中，市场又上涨了一波，又被收割了一刀。最后呢，在快速上涨的市场中，随便买个房子都有30到50个人在跟我们竞争，根本抢不下来。这个心啊是非常的累的，所以呢，在心态上又被收割了一波。现在预期下跌的市场，整个情况就反过来了。预期小的房子跌的比例会比大的房子跌的比例是要更低的，即使比例相同，跌的金额也是比大的跌的金额要明显要少的，赚了第一波福利。先卖后买，卖掉了之后，在整个市场又向下运行了一段的过程中，再买的房子可能有更大的跌幅，所以收割了第二波福利。第三点呢，就是现在比较大的房子，整体上讲和我们竞争的人非常少，已经开始偏向买方市场了。那么在这个环境中，有充足的房源供我们选择，谈价也比较容易，所以在游戏体验上讲会比较良好。
这是第3波福利。我预计这个福利期不会持续特别久，具体什么时间停止呢？要看具体什么时间加息基本结束。我预计市场差不多会在加息基本结束的时候来到一个新的平台期，就不再明显下跌了，所以是一个中短期的跌幅。当这一天到来的时候，想小换大换自住房的人，福利期差不多就结束了。所以想小换大的朋友们要抓紧时间，抓住这一波福利期。好，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感谢大家的点赞、关注、评论、转发，毕竟转发了你就赚发了。房子上的问题找 Norman 就够了，我们下期见。